这个女人蹲在地上哭泣，这个男人可怜她，便主动扶起了女人。谁知女人突然出刀，将男人的右臂斩下，男人痛苦不堪地倒在地上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面前的师妹竟然下这么重的手。男人名叫方刚，他的父亲方成是金刀门门主齐如风的仆人。一日，齐如风被仇家淮南二毒的毒烟所伤，仆人方成拼死掩护齐如风回屋解毒，他自己则和冲进门的仇人战成一团。无奈对方人数众多，方成逐渐落于下风，就连手中的长刀也被砍断。当齐如风恢复清醒赶来救援时，方成已经身受重伤。临终前，方成将儿子方刚托付给了齐如风之后身亡。齐如风为感谢方成的大恩，便收留了方刚，成为自己的弟子。年幼的方刚拿起了父亲的断刀，他心中发誓一定要为父报仇。时光如水，方刚已经长大成人，虽然是齐如风的弟子，但其他师兄弟却始终视他为下人，不把方刚放在眼里。方刚为了师父老人家的几分薄面，一直默默忍受，不去理会那些闲言闲语。师妹齐佩是齐如风的女儿，虽然长相漂亮，但刁蛮任性。齐佩对她表露好感，但方刚也敬而远之。可是某天夜里，方刚无意中听到师兄弟们暗中嘲讽，说他只不过是个下人的孩子。这句话伤害到了方刚的自尊心，留下一封道别信之后就准备离开。不巧的是，齐佩和2个师兄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师兄一再挑衅，说他背叛师门，甚至还对方刚出手。方刚让了几招，可泥人也有3分火，见对方咄咄逼人，方刚便出手教训了这个不着调的师兄。齐佩不服气，也要和方刚比试。方刚顾及师父的情面，不肯和师妹动刀，怕伤了他。2人约定只比拳脚，方刚百般相让，仍是不小心将齐佩打倒在地。倒地的师妹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方刚无奈只能扶起师妹道歉。谁知师妹突然出刀斩下了方刚的右臂，方刚捂着伤口痛苦不堪，他没有多做停留，而是踉踉跄跄地离开了这里。师妹吓傻在原地，她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，2名师兄劝慰师妹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时师父齐如风看到了方刚留下的书信之后赶了过来，几人不敢说话。看到地上的断臂之后，齐如风大惊失色，立刻带着3人沿着血迹一路追赶。此时方刚来到了一座小桥，却因为失血过多，一头栽下了桥，所幸落在一条小船上。撑船的人是一个叫小蛮的妙龄女子。不一会儿，齐如风几人也追到了小桥上，看到血迹从桥上消失，齐如风误以为方刚落入水中淹死，心痛不已。与此同时，小蛮对方刚细心照料，终于在经历了7天7夜的昏迷之后，方刚苏醒了。他不能接受自己失去右臂的事实，对着父亲的断刀痛苦不已。过了一段日子，方刚的伤养得差不多了，但他却感觉未来一片灰暗。原本双臂健全的他还可以做个保镖之类的活，可现在的他变成了残废，连个糊口的工作也找不到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暗自伤感。小蛮苦心劝说方刚有意留在他身边，陪他一起种田打鱼，过普通的田园生活。这天，门外2个无赖闯了进来，他们看中了小蛮的美貌，意图调戏。方刚出手和无赖打了起来，但失去右臂的他被无赖一阵凌辱，还嘲讽他是个废人。2个无赖被他们的师父叫走，方刚暗恨自己没用。2个无赖的话深深地刺痛到了方刚。说起无赖的师父也不是好人，名叫郑天寿，外号笑面二郎，是长臂神魔赵明真的师弟。他们一心只想灭了金刀门。夜晚，方刚重新拾起金刀，可他失去了右臂，左臂力少，根本舞不动沉重的金刀。方刚扔掉金刀，开始自暴自弃。小蛮看不下去，拿出了家中珍藏的残破刀谱，说是自己父亲以前留下的，叫他练练看是否有用。当年这本刀谱被烧掉了大部分，如今只剩下了辅助左臂修炼的部分。方刚思虑良久，决定死马当活马医。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方刚左手的掌力大为长进，可左手舞起金刀还是十分吃力。方刚觉得金刀势大力沉，而且尺寸上也与自己练的招式完全不同。正当他疑虑时，突然看到了父亲的那把断刀，断刀和方刚的左臂招式契合无比。就这样，残谱、残刀、残人组合在一起，方刚也练成了独臂刀法。另一边，笑面二郎郑天寿带着2个无赖徒弟一起拜见了长臂神魔赵明真。这次来是为了学一种独特功夫金刀锁，这种功夫专门克制齐如风和他门下的弟子，一旦出手，对方就会立即毙命。长臂神魔一直是齐如风的宿敌，他苦修数年才研习出了这套功夫。几天后，就是齐如风55岁的寿诞，赵明真召集人手，打算在寿日那天灭了齐如风满门。第二天，赵明真带着一批手下开始拦路截杀那些前去祝寿的金刀门弟子。金刀所打的那些人措手不及，齐如风的弟子接二连三地惨死在了这种功夫之下。
另一边，方刚功夫小有所成，便和小蛮一同去庙会散心。一直闷头练武的方刚还是头一次见这么热闹的地方，对庙会的一切充满了好奇。可这时，方刚突然撞见了也来逛庙会的齐佩和师兄们，他赶紧用面具遮掩，避免被认出。如今的方刚已经不想和那些人扯上瓜葛。走着走着，方刚又撞见了之前的2个无赖在欺压百姓，调戏良家妇女。方刚路见不平，一声吼，一声住手，显身手，刚出手时就出手。此时的他已经不同往日，打得2个无赖毫无还手之力。围观群众纷纷拍手叫好。郑天寿怒骂2个徒弟是个软蛋，连一个残疾都打不过。这时他们看到了走出庙会的齐佩和2个师兄。郑天寿心生一计，只要控制住齐如风的女儿，胜利唾手可得。于是赶紧冲上去，哄骗齐佩和2个师兄一起去往府上，说有要紧事相报。齐佩自视甚高，认为对方不敢加害于他，况且还有2个师兄跟着，于是答应和郑天寿一起走。这一幕刚好映入方刚的眼帘。方刚嘴上虽然说与他无关，可心里还是担心师妹的安全。刚到府里，郑天寿就趁着齐佩用茶的时候点了他的穴道，晕死过去。2个草包师兄也被郑天寿的徒弟一前一后的解决掉了。深夜，2个无赖徒弟欲对齐佩图谋不轨，但方刚及时赶到，破坏了他们的好事。2个无赖通过断臂认出了方刚。方刚本想放他们一马，可这2个无赖却不知好歹，就要和方刚干架。怎料方刚的独臂刀法分分钟教他们重新做人，一出刀就削掉了2人的右手。看吧，现在大家都一样了吧？带着齐佩逃出牢笼之后，齐佩表示今天的事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，不如以身相许。之前砍掉你的手臂也是因为爱。方刚一脸懵逼，为自己的另一只手臂担忧，难道爱一个人就要砍掉他的手臂吗？齐佩却还在试图解释，说一定要以身相许。碰巧2人的话被躲在树后的小蛮听到，小蛮伤心欲绝，跑出去老远。方刚想去追，齐佩依旧不依不饶。方刚恼火，拒绝了齐佩的请求，并声称自己救他也只不过是看在师傅的面子上，以后2人也无需再见面了。斩断和师妹之间的关系后，方刚赶回了家里，看着小蛮哭成了泪人。方刚急忙安慰小蛮，小蛮希望能和方刚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以后只过属于他们2人的生活。方刚思考良久，答应了小蛮。2人收拾好行囊后，连夜赶路，正准备投宿客栈时，却撞见八师兄身受重伤。八师兄将长臂神魔残害各师兄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方刚，让方刚小心提防。看到师兄身死，方刚自知不能坐视不理。小蛮见劝不住方刚，转头痛哭。方刚心如刀割，可现在师父步入险境，他身为师父的徒弟，自然不能置身事外。方刚一狠心，离开了小蛮。戚府内，齐如风的各个徒弟都愁容满面，他们已经得知了师兄弟惨死的消息，可明天就是师父的寿辰，徒弟们都不想因为这个消息而扫师父的兴，他们都选择闭口不谈。戚如风看出了弟子们的异样，他心里清楚，自己几个徒弟消失了好几天，音信全无，多半被长臂神魔给咔嚓了。大敌当前，他让所有徒弟在明天的寿诞上随身携带武器，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到了第2天，大厅内的气氛沉重无比，每个人都神经紧绷，等待一场大战的来临。另一边，赶路的方刚在去往齐府的途中被笑面二郎郑天寿拦下。他一看方刚是个残废，厉声嘲讽方刚。方刚为了维护师父的尊严，拔出了金刀迎战。打斗间，郑天寿还想用金刀锁来克制方刚，岂料方刚抽出断刀应对，郑天寿不敌方刚，被一刀砍中之后摔倒在了水中。戚府内严阵以待的齐如风和徒弟们终于等到了长臂神魔上门。长臂神魔大放厥词，他今天就是来报13年前的一刀之仇的。齐如风的2个徒弟决定先帮师傅试试对方的身手，可金刀锁一出，2个师兄弟命丧当场，其余几个徒弟依次上阵，均是不敌金刀锁，惨遭屠戮。看到师兄们惨死，师弟们义愤填膺，齐如风拦下了几人，决定自己亲自上阵，好好领教几招。齐如风刀法精湛，长臂神魔的2个徒弟拿不下他，呵斥徒弟退下之后，长臂神魔也亲自上阵。交手间，长臂神魔再次使出金刀锁，齐如风眼疾手快躲开了，可身上还是挂了彩。眼见师傅也落败，其余的徒弟都陷入了绝望。长臂神魔看到齐如风的狼狈样子之后，哈哈大笑。他做事从来不留后患，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血洗齐府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方刚终于赶到，一声且慢，让众人惊诧不已。看到师兄弟们横尸遍野，方刚悲痛不已，暗恨自己还是来晚了一步。长臂神魔的徒弟还想用金刀锁来对付方刚，殊不知方刚早就看透了金刀锁的套路，断刀出手，瞬间杀掉了长臂神魔的2个得意弟子，连长臂神魔都震惊了，想不到金刀门还有这样的高手。徒弟身死，长臂神魔决定亲自领教。
金刀锁对方刚已无用，长臂神魔抽出鞭子，双方苦战良久。方刚疲于应对之时，长臂神魔掷出身后的铁枪，命中了方刚右臂。趁着长臂神魔得意之时，方刚一跃而起，一刀砍死了长臂神魔。原来他的右臂一断，铁枪穿过的只是他的衣服。一切结束后，齐佩抚摸着方刚受伤的躯体，此时的他还对方刚念念不忘，可方刚早已心有所属。施恩已报，方刚也无意在江湖上争强斗胜。在告别了师父之后，他踏上了寻找小蛮的路途。这部《独臂刀》于1967年上映，是武侠片的开山之作，同时也是香港影史上第一部破100万票房的电影。导演张彻也依靠这部电影获得100万导演的称号。电影主要由倪匡主笔，所以里面的断臂情节参考了《神雕侠侣》里面的杨过和郭芙。作为一部武侠片，里面各种套路，虽然现在看来有些烂大街的感觉，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这绝对是一部顶级佳作。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